诸位同学，大家好，请看《了凡四训》第2篇“改过之方”我们从第2段看起。但改过者，第一要发耻心，思古之圣贤与我同为丈夫彼何以百世可思？我何以一生瓦裂？淡然澄清，思行不义，为人不知，傲然无愧，将日沦于禽兽而不自知矣。是之可修可耻者，莫大于此。孟子曰：“耻之于人，大也。以其得之则圣贤，失之则禽兽耳。此改过之要机也。”那么说到改过，廖凡先生提出了3点。第一个就是羞耻心。所谓知耻近乎勇这个勇是勇于改过自新所以他在此地第一句话说：“但改过者是改过的方法，第一呢，要发羞耻心人能够知耻，他决定不会起一个妄心，动一个恶念，应当常常想到古时候的这些大圣大贤，我们都同是人佛在经典里面也常常给我们说我们跟诸佛如来原来都是同样做凡夫为什么他能够成佛、成菩萨、成圣、成贤，我为什么不能？以这个标准来观察，我们这个羞耻的心就发出来了所以他们确实是百世可思孔老夫子传到现在2500多年了，释迦牟尼佛传到今天将近3000年了为什么这个世界不分国家，不分种族甚至于不分宗教，流传到今天，这世间人还有许许多多人尊敬他，接受他的教诲，向他学习，这叫大丈夫他能做得到，我为什么做不到？人能常常有这个思维，
必定能够发愤自强啊！是接着说，这是我们自己的毛病了。我何以一身瓦裂呢？啊，瓦裂就像一个陶器破碎了，一文不值啊！啊，我们的病在淡然成情啊，淡是过分的快乐，然是然无啊。世间人淡然在七情五欲当中啊，而不知道啊，这个情欲不是真的啊。这个里面有乐，没错啊，圣人也不反对，但是你付出的代价太大了。换一句话说，得不偿失啊！这个代价之大，如果不是佛在经教里面给我们详细说出来，我们怎么想都想不到啊！啊，我们付出的代价太大了。这个代价就是六道生死轮回啊！如果真正搞清楚、搞明白，才知道可怕了啊！世出世间没有比这一桩事情更可怕了啊！由此可知，圣贤人在这个世间也不能离开五欲六尘，但是对于情欲，他淡薄啊。他的行为合理合法啊，所以理一定是有节度的啊。换一句话说，他不能过分，也不能不及啊。不及是不合理，过分了同样也是不合理啊。所以理讲节，节是节度。啊，那么在古圣先贤教育里面，家庭啊，结婚生子，夫妇相敬如宾呐，它都是有节度的啊，绝对不是纵情淡然啊，绝不是这样的，跟现在社会不一样啊。所以他家庭和睦，他家庭有秩序啊。这一句放在前面，用意非常之深，把我们的这个凡夫病根说出来了。凡夫何以不能成圣？病根就在这里啊。那么现在我们讲到最粗浅的地方啊，人欢喜七情五欲的享受，但是人更爱惜自己的生命啊。到了要舍的时候了，大概七情五欲啊也可能舍，不愿意舍自己的生命啊，而且还希望自己要长寿啊，这都是人之常情啊。你要使自己长寿，那你就要在生活各个方面，你要懂得节制啊。古人说的话没错啊，病从口入，祸从口出。你要远离灾祸，
言语不能不谨慎，态度不能不谨慎。你要想身体健康，你的饮食起居不能不谨慎。那么今天许许多多人希求健康长寿，他不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中年以后身体就衰弱了。不懂得养生之道我接触佛法那个时候，我26岁，我接触半年，我明白了这个素食的好处，对身体健康的好处，我就决心吃长素了。我学佛半年吃长素26岁，整整吃了50年了。当时我的一些长官、同学、朋友都说我迷了，劝我不要这样做年纪轻轻学佛是可以佛教很多事情不能做而我呢，告诉他们呢，我知道佛教太晚了。古时候许许多多人10几岁就明了就接触了，我到26岁才听到，太迟了可是到了晚年了50、60岁的时候，这些朋友们看到我呢，从前那个态度完全改变了，见到我都说：“你的路走对了。”现在再过20几年，看到我呢，一个个都羡慕头一个羡慕是羡慕我的相貌改变了，我的体质改变了我今年75岁，我没有生过病我身体很健康去年澳洲政府给我永久居留按照规定呢要去做身体检查检查完了之后医生告诉我，他说：“法师，你来检查是多余的。”我说：“多余也要检查了。”这是什么呢？这是在修学佛法里面得来的第一个好处，大家都能看得见的我今天的体力大概跟30、40岁的人还可以比赛他问我的时候，你到底吃些什么东西，有什么营养品？我说所有一概营养品我地区一点都不沾着为什么呢？那个东西都有副作用生活越简单越好青菜豆腐我喝水这些饮料我不喝饮料里面实在讲，现在人家卫生呢，饮料并不卫生，里面有很多化学的东西在里头连茶叶茶除非在这个应酬的场合，人家准备了茶水我们对人尊敬我们也喝茶。我自己呢不喝茶我自己喝水吃的很少，决定不吃零食我每一天读书的时间多晚上大概都到12点钟才睡眠
第二天差不多早晨6点多钟起来，没有事情，中午吃过午饭之后休息一会儿，有事情可以不必休息，精神饱满呐，工作正常那你能说这个素食没有营养吗？我可以给你做证明你看许许多多出家人身体都很好，也吃得肥肥胖胖的，他没有吃肉健康真正的因素是心地清净，没有妄想，没有杂念。其次是饮食起居如法有秩序，有节制，决定不沾染五欲六尘，你的心才会清净。一定要放下名闻利养，放下贪嗔痴慢心地清净的，这是健康的真因一切随缘而不攀缘这个是健康的外缘有真因，有外缘，健康的果报自然就现前了所以淡然澄清这个澄就是五欲六尘五欲是财色名食睡六尘是色声香味触法，这个东西一定要有节制如果没有节制，纵情放逸，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你一定把你的身体糟蹋掉了。四心不义，不义就是不应该做的，无论是对人、对事、对物一定要想到我应不应该做说话要想到这个话我应不应该说。真正讲求修养的人，他懂得他很谨慎四心不义为人不知以为别人不知，错了。古人说的话说：“若与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掩藏再密，终有败露的一天哪有会人不知的事情呢？傲然无愧傲是傲慢愧是无愧是没有惭愧心这个惭就是良心的责备，愧是舆论的制裁外面人来批评你你不在乎无愧就是不在乎我们今天讲脸皮厚这样的行为将日轮于禽兽而不自知也。这一句话我们要细心去观察。禽兽是三恶道，他的意思就是你必定沦于三恶道你自己还不觉察。佛在经上常说：“人生难得了，佛法难闻。”我们人失掉人生，来生再得人生，这个比例很小
大部分的人都不能够得人身。得人身的条件是什么呢？不仅是佛法。中国古圣先贤都给我们说过，就像佛经里面讲的无戒十善，儒家讲的是伦常道德，五伦十义，你都能够做得没有欠缺，来生一定得人身。我们这一生能得人身，是过去生中我们的无戒十善修得还不错这一生得的这个果报。但是这一生当中，我们有没有再去做呢？那就要问自己了。是世间可修可持者，莫大乎此啊！这个意思就是说，那些圣贤人原本跟我是一样的，他们今天做圣、做贤、做菩萨、做佛，升天了而我们今天思想、见解、言行都不善我们的前途将来是恶鬼地狱出生，果报相差悬殊太大了。我们看他们呢，那真是可羞可耻有人问我法师，你为什么学佛？我的答复很简单，学佛就是学圣人，学做一个明白人。唯有明白，才能把自己境界向上提升现前过诸佛菩萨的生活将来若诸佛菩萨的境界，我们学佛真正的目标在此地那这个身体现在还在还没有离开，我们要把这个身体当作工具，多替社会众生做一些好事现在人讲的为人民服务，为国家服务，为众生服务这身体是个工具那么在《了凡四训》里面来讲呢，就是改过修善，积功累德，为大众做个榜样做榜样不能没有工具那这就是个好工具而与自己呢毫不相关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孟子曰：“持莫持之于人大矣，以其德之在圣贤，失之在禽兽耳。此改过之要计也。”所以儒家讲知耻近乎勇你要能够得到呢，那你就能够成圣成贤；你要是失掉不知耻，那你就会沦落到禽兽、恶鬼、地狱所以知耻是改过重要的一个诀窍我们不能不注意有一年我在美国，在休斯顿
讲经的时候，遇到一位同修，在那一边呢，学校里面担任教授。我们吃饭的时候，他就给我谈到这个问题。今天的社会动乱不安，要从什么地方来帮助大众回头？他想到一个问题，就提到支持这2个字。他说现在人之所以感造恶业，带来社会的动乱不安呢，追究其根本的因素就是不支持。所以今天必须要提倡支持。我听了之后，我同意他的说法。所以他那个时候就想出来，他说我们组成一个支持学社。我说很好，你去拟定章程，我会响应。以后我离开了美国，这个事情大概也就淡漠下去了。所以任何一桩好事，一定要有热心的人士去推动，能够在社会上寻找这一些对于传统道德、伦理还有概念的人，听到还能生欢喜心的人，把这些人集合起来，成立一个社团，我们自己认真努力修学，大力的来推动弘扬，是一桩好事情。这个教授姓蔡，蔡居士。我们再看这个第2条，第2要发威心知威知道畏惧，才能够生沉静之心。天地在上，鬼神难欺。吾虽过在隐微，而天地鬼神实见临之。重则降之百殃，轻则损其献福。吾何可以不惧？畏是怕了，害怕了。这个里面也含着有恭敬的意思所以威跟这个敬常常连起来用敬畏。过去弟子对于父母尊长，学生对于老师都有敬畏之心，又敬爱又害怕如果没有威心，又不支持，诸位想想，他还有什么样的坏事做不出来呢？今天这个社会支持的人少了，敬畏的人也少了，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在没有好好的教导人不是圣贤不是佛菩萨再来的，所以教育比什么都重要了懂得这个道理，懂得这个方法，确实是中国的古圣先贤
你看在《礼记》学记里面，我们读到建国军民，教学为先呐。再看看中国的历史，自古以来，一个政权的建立，一个朝代的形成，不出5年，国家一定是治理左右。教化人民这一个工作就完成了。所以改朝换代的乱世时间很短，很快就恢复秩序了。唯独在我们这一代的人很可怜，很苦啊。满清灭亡之后，一直到今天，礼乐都没有制作。礼乐没有颁布，这个时代将来在历史上就称为乱世。这是在中国历史上动乱时间最长的一个时期。人民的生活，人与人之间的往来无所适从。过去我在台湾，有人问我，在台湾一般呢，这个民间父母过世了，儿女穿的孝服，这个丧礼，有人呢还披麻戴孝，有人呢穿黑色的这个中山装。这同学们看来问我，他说这个合不合理呀？我说中华民国建国到今天没有颁布礼乐，他披麻戴孝呢，他是用清朝的礼，他穿个褐色的衣服是用外国人的礼。我点点都可以因为你国家没有礼了嘛，那人家用什么都能行得通没有礼了跟过去不一样过去帝王时代这个礼乐是非常重视，穿衣服不能随便穿，你是什么身份穿什么样的服装士农工商都有分别，人家一看到知道你是从事哪一个行业你在社会上是什么样的地位这个地位比你低的对你一点尊重，便于行礼现在没有了现在你看看台湾总统跟老百姓都穿中山装在一块，不能分别没有礼了，天下大乱了就是说秩序没有了，社会秩序没有了这在从前是绝对不能行的但是我们生在这个时代，我们向往古时候那种社会但是我们也不能忽略现代的现实虽然别人不讲了，我们心里头要明白天地鬼神有没有呢？肯定是有的，有在哪里呢？我们眼睛看不到，耳朵听不到身体接触不到，不能说我们接触不到它就不存在
接触不到的东西太多太多了，不可以说它不存在。何况鬼神的这些感应，不但在中国历史上记载的很多很多，就是在现代，我们也常常在资讯、报章、杂志里面看到一些报道那些报道当然都是事实可是依然有许多人不相信这个也难怪。如果说不是亲自经历的，别人讲的都不相信那到哪一天你有这个福分，你有这个缘分这个鬼神呢被你见到了那你才相信我初学佛的时候，这20几岁朱金洲老居士这是对我非常爱护的一位长者，他的故事很多都是他亲身经历的常常讲给我听，我们也很喜欢听故事因为这个故事他亲身经历，真的不是假的，他不是编故事来骗我们我们问他老人家学佛的因缘因为他是学财经的，在抗战期间他是四川西康的这个税务局长管财税的。抗战胜利之后他是浙江人，他做浙江省财政厅长抗战之前他曾经在苏州做过一个银行的总经理我向他请教学佛的因缘，他告诉我，他说学佛因缘呢是在抗战期间，他住在重庆，他有一天晚上跟几个朋友打麻将，这常事情常常是玩到差不多2点多钟夜晚2点多钟才散会散会个人就回家了。那个时候虽然他的这个地位那么高，依旧没有交通工具回去还是走路不像现在都有车了那个时候走路，而且路灯很暗，这个现在人都很难体会像我这个年龄的人说起来了，你都能够知道这个路灯呢很远才有一个电线杆，而且路灯那个灯泡大概是40支光的挂得很高，很远的距离，真的是若有若无那么深夜回去之后，那么他走回去要走很远，大概要走40-50分钟才能够走到家所以他在路上走呢，他前面有个人也是那个时候走的同一条路，在他前面，他也没注意到那么他说走了大概差不多将近半个小时，他忽然想到，看到前面是个女人，他就想到一个女子单身怎么会半夜这个时候出来。他这一想他说自己汗毛直竖，仔细看看前面这个人呢，他有上身没有下身这就吓呆了。这一惊吓了，前面这个人不见了，就没有了。他跟这个人在一起走了半个小时，绝对不是眼花了，他真的看到鬼了。他说从这一天起，他才真的相信佛学佛之后
他对于那个鬼非常感激。如果不是亲自遇到的，他说他一生永远都不会相信。他的岳父是章太炎，这是在中国学术界很有地位的。他的岳父是个虔诚佛教徒，故事也很多，常常讲给他听，他听了半信半疑。一直到自己亲身遇到这个事情，他才相信。这个事情真有啊，他的故事很多如果我要讲，得花好几个小时，那非常有趣味，决定不是虚妄的。那么我自己虽然这一生呢没有见过鬼，可是我曾经真正遇到过，像《聊斋》小说里的讲的狐狸精。那个时候大概是我在15、16岁的时候，我确确实实遇到过狐狸精所以我相信那是真的，不是假的。我遇到的这个狐狸精呢，已经变成人形了，但是是男的，不是女的，很多人见过，在湖南衡山。抗战胜利之后，我回到家乡，我家乡一个亲戚遇到一个很奇怪的事情。我们家乡呢出米，所以收的这个稻米都运到芜湖、南京呢，到那边去卖。我这个亲戚他有一船米，是用那个麻布袋都包好了的，装在这个帆船上。那么在装船的时候，看到有一只黄鼠狼从跳板里面进到这个船上去了。船上工人呢，于是就找了很久都找不到，大家以为是眼睛看花了，就算了。这一船米运到南京，运到南京之后在下货的时候，忽然之间，这个麻布包里头的米一粒都没有了，一船的米不见了。大家晓得这黄鼠狼作怪，看到那个东西是真的，不是假的，一船米没有了，所以在南京逗留几天，那只好回家。回家之后他的米在他的米仓里头。这个不知道是怎样得罪黄鼠狼，黄鼠狼给他开个玩笑没有损失，但是从一船米他怎么样把它搬回家去了。这是个真正的事实。所以世间之大了，无奇不有不能说自己没有亲自见到就不相信我们亲自见到的事情太少了那么这些事情在香港也很多，在中国大陆是更多，在外国也很多我遇到的人多，因为讲经听众多常常他们将他自身亲身遇到的事情讲给我听所以天地鬼神难欺我们欺骗人容易欺骗天地鬼神太难了说无虽过在隐微，我们的过失非常隐秘非常微细，人觉察不到，但是天地鬼神是见灵之这个见是镜子，就像镜子照得清清楚楚照到了重则降之北洋，如果你造的恶业重，你一定会遇到
意想不到的灾难，轻则损其现福啊，轻呢，你先前的福报啊折损了。你要是懂得这个道理，你要是了解这个事实真相，怎么不害怕呢？啊，再看下文，不为此也，不但如此啊，闲居之地，直视昭然，吾虽言之甚密，闻之甚巧，而非敢凿录，终难自弃，被人须破，不知一文矣啊！悟得不灵灵呢？啊，这前面讲天地鬼神啊，看我们看得清楚啊！啊，那么这一段呢，这讲我们现前居住的环境，所谓是摄目所视，摄手所指，尤其是现代都市这个社会，人口稠密啊，我们一举一动都有许许多多人看到啊，我们掩藏的再密啊，闻之甚巧，闻是啊，闻是啊，你这施的再巧妙，你的肺肝造路终难自弃啊！这前面跟诸位说过，有学问、有道德的人，他一看就清楚了啊！被人家看破的，一文不值。想到这些地方，又怎么不害怕呢？啊，灵灵是恐惧、害怕的样子，这就是人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要本着良心呐、天良啊，要畏惧舆论的制裁啊！我们造善，不愿意别人知道；我们造的恶，我们希望人都知道啊！别人指责，我们的恶就报了。这是好事情啊！他所指出来的，我真的有错，我要接受，我要悔改。他指出来的，我没有这个过失，那我也很欢喜。我被冤枉了，被冤枉了，那是消灾、消业障最殊胜的方法啊！所以，不论别人指责是不是事实，我们都要存感恩的心。古人讲得好，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啊，这是别人对我们的批评啊，特别是一种恶意的批评，我有赶紧改过自新，没有我要更加勉励，决定不犯这样的过失，成就自己的德行啊！所以，一个真正懂得修养的人，真正懂得了这个断恶修善、积功累德的人，跟一般人确实不一样
而自己念念当中都想别人的好处，绝不把别人的不善放在自己心里，那是最不值得的事情。为什么呢？我们的心纯善呐，把别人的不善放在自己心上，把自己的善心呢破坏掉了。你说这个多冤枉那么我们看社会上这样的愚痴人不在少数别人赞叹我们，恭维我们，我们也要冷静去思维，他恭维我的、赞叹我的，我有没有这个实德？我是不是真的做了这个好事？纵然是真的有，我们要谦虚，我们格外要努力。如果他赞叹是言过其实，我们要生惭愧心一定要向他道歉我没有这么多的好处，你说的太过分了我自己应当努力勉励自己，希望不辜负你的赞叹，这样的修养自己，自己的德行才能成就果报上凶灾才能够免除，善福才能够降临，这是一定的道理我们要明了，要认真努力的去修学要有这个痴心要认真努力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